很简单，我一直反对云世彤做电商计划，你也知道，我只想让你帮我做件事情。绝对不可能放屁！你们死真的行？你没有做过伤害云世彤的事吗？你为了前夫挪用公款，云世彤知道了怎么看？警察知道了怎么办？你好好想想吧，你比我了解他，用不着我提醒他。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。这个 U 盘里面有一个病毒程序和你挪用公款的证据，希望在明天云世彤电商会议之前，你能够把病毒植入到他的电脑。电脑坏了可以再买一台，电商计划没了可以再做。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会办的。只此一次。对不起。看来云总还是没有准备好。对，今天的会议出了点小状况，先散会吧。等一等，云总，刚好今天我有个事情要汇报。云总最近为红顶的事过度操劳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新助理也在为云总努力的分担呢，但是红顶的事务繁杂，还是有些个力不从心的。韩副总，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进来吧。这是犬子韩志明，才从国外的商科名校留学回来。因为看到云总的事务繁忙，所以希望他能留在云总身边，做您的助理，为云总分担红顶的事务。希望云总能理解我的一番心意。大家好，云总好。韩副总，红顶的事务由我来协助云总，还不劳您费心。新助理这么自信满满的，为什么今天的会议报告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呢？云总，现在红顶许多事情都有变动，我想你需要一个人的分担。况且新助理和你的关系一直密切，这难免会有些人说三道四，觉得领导不公。这次我让志宁做你的助理，一是相信他的能力，二呢也是为了咱们红顶的发展考虑。希望云总能理解我的一番苦心呐。云总，我觉得韩副总说的很有道理，多一个人帮您分担压力也是好事儿。是啊，云总，我支持韩副总的决定。
好，红鼎是一个民主化企业，我尊重大家的决定。散会吧。这文件怎么会自动删除呢？该不会跟方案丢失有关联吧？你是说还有人在搞鬼？有这种可能性。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，我们还是重新做计划吧。好，你也别生气，这件事情至少能让我们以后有个防范。我不是生气，我是觉得受到的阻力太大了。韩元仓打什么鬼算盘，我很清楚。今天又莫名其妙的让韩志明成为了我的助理，以后困难会更多的。韩志明这个人的简历我看过，他是企业管理学的硕士，有些管理的经验。就能力而言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我们红鼎需要的人才。咱们也别想得太糟糕了，也许他跟韩元仓不是一种人呢。先观察观察看看，你说呢？你进。韩助理，你来啦。你好。你们先聊吧。云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云总，我昨天花费了一晚上的时间翻阅了红鼎的资料。单说地产这块，现在在天海市，红鼎集团的地产板块虽然看起来比较红火，但其实都是泡沫，并且逐渐失去了原来的优势。同类项目，天浪集团和苏氏集团销售额也在慢慢的赶超我们。我想，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改变战略的话，红鼎集团必死无疑。必死无疑？哼，我看你最近对红鼎了解的还真不少呢。想成为你的助理，我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。你有你的长处，红鼎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但是你父亲用这种方法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云总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我爸虽然保守，想法也不够大胆，但是更切合实际。我想，如果我们有时间下到一线，能够从更多的员工角度出发，提出项目操作的必要性，我想，也许会更说服他。你是我的助理，你的提议我会考虑的。好了，我还有文件要看，如果没什么事，你就先出去。秦助理，你还在这儿？啊，公司安排我带你随便转转，走吧。对不起。看来我爸在公司和云总的关系不太好啊。哦，可能因为云总最近心情不太好，所以你不要太担心。但愿吧。不过放心，我会努力把工作都完成好的。没问题。我带你参观下楼梯。进来。爸，你不在自己的岗位上待着，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云总，非要把我强行给他当助理啊？现在不是很好吗？你已经成为红鼎总裁的助理了，要不是趁着会议机会进行挟持，
无论如何，云之彤也不会同意的。所以，我选择在今天这种局面下把你介绍给大家，逼着云之彤同意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。可是爸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多尴尬呀？这是你踏入红顶的开始，你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啊！你知道吗？我为你能成为今天他的助理做了多少的准备吗？可是云世彤他根本不需要，我也不想做强人所难的事儿。他当然不需要我把你放在他的身边了，可是我需要啊！我这次回红顶，是想做自己擅长的事儿。您的那些想法，我不会去执行，我不愿意，我也做不到。做不到也得做。你从来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。你说怎么办啊？就这一个电脑，愣是修不好啊！方案没了，还可以再做，但是你是担心落实方案的问题？没错，秦雪，我觉得韩志明说的也许有道理。不光应该像荷兰姐说的去仓库，还应该多去商场，等一线岗位多做做。